我的命，证明你稳固的道行，平息你与暗族勾结的争议。谢城主在成为盟主之前，必须先处死暗域圣女，彻底与暗族划清界限。杀了我，你就还是那个善恶分明的真道之光。穆玄灵，走吧。他终于想通了，听人劝，吃饱饭。走吧。穆姑娘虽然是暗域圣女，但也没做什么坏事。我们这样处置她，太残忍了。还好我没告诉阿宝，他要是知道了，肯定很难过。南旭，要不我们还是走吧，别在这关心了，太残忍了。来了。城主，人已带到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有。你的伤好了吗？已经好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开始吧。谢城主，你这是何意？为何不直接杀了他？我散他武功，将他囚于雍雪城1000年，已是足够。她是暗域圣女，只此一条便可定她死罪。谢城主如此恐难服众，尤其会让玄天门诸位修者寒心。穆姑娘当然是被魔气所控，待神智恢复之后，一去阻止迟疑，内心向善。逝者已逝，如何处置，本就是活着的人该做的选择。谢城主若不杀他，便由我来杀。师父。这里是雍雪城，这是我的决定。谢城主，你这是想公然包庇他？袒护罪人才叫包庇，而穆玄灵无罪。无罪？谢城主这是何意啊？自暗域起，穆玄灵便一路助我，
诛邪魔，追玉令察内奸，灭三营。他甚至连自己的性命都可以牺牲。这样的一个人，若仙盟只因他的身份便定其罪，欲取其命，是仙盟的过失。我不认同，亦不遵从。谢城主以莫要善恶不分，难道素公主的是非善恶便是真理？我谢雪尘立誓，自有我的道心，亦有我的判断。给穆玄灵散去魔功，并非定他之罪，而是要让他彻底脱离暗域的生活，求他前念，了却过往。从今以后，穆玄灵便是我雍雪城的人。想不到谢城主也是一个有心之人，吴姑娘大难不死，真是件好事。的确是好事。恭喜公子练成归离阵法。世人皆以杀阵为尊，殊不知能保全自身的守护之阵才是最难练。若做不到世间至强，那遇到劲敌时，能凭借阵法瞬间脱身，亦是至强之策。此阵一旦启动，对布阵者的损耗极大，若非生死攸关，公子慎用。即便生死关头，亦是命中注定，又何须阵法脱逃？或许这阵法永不会有启用的一日吧。以为不会启用的阵法，差点用上；以为不会寻到的人，也终重逢。吴玄灵，不让你死，亦是我的选择。穆玄灵，对不起，我没有给你选择的机会。我问过他了，问他愿不愿意随我回云秀山庄避世。为了你，他拒绝了。还有一个办法，为他散去魔功，便不会再有魔气反噬。散功十分凶险，对于一个灵窍破损的灵族，最终会导致身体败坏，走向一死。若他有玉阙宫护体，他便能活。这是另外一个秘密。
10年前，我父亲在明月山庄寻到了重伤濒死的我。那时我神窍一会。人族之躯，需先开阴阳2窍，体魄方能达到巅峰，而后再开神窍才能修道。你若神窍被毁，为何还能达到法相巅峰之境？谢氏一族，代代拼死而战，时有受伤，所以自幼便要修习疗愈之法。我于濒死之际顿悟玉阙功，3日之内神窍重铸，修为不降反增。玉阙功还有这般功效？所以你要为他开神窍？是。有了神窍之后，他便可修炼淋漓，不用再受魔气灼体之痛，也不用再畏惧烈日灼烧，更不用再回暗狱，可以堂堂正正，好好的活在人间。让灵族拥有神窍，足以改变3界格局，但又有什么所谓呢？穆玄灵，好好活着，继续做那个有趣的人，给这无聊的世间添点新鲜事。穆玄灵，穆玄灵，我了。穆玄灵，撑住，撑过3日。3日之后，我带你去看人间，好不好？刚去看了新一批灵族的武斗，都厮杀了1个多时辰了，还没分出胜负，真是一批不如一批呀！哎，不是我说，这论狠论绝呀，远不如当年圣女，对吧？你干什么？你也想打架是吧？来呀！你可闭嘴吧！你还敢提圣女？尊上这2日心情不好，就是因为圣女宁死不归暗狱，你还敢提她？你找死啊！赤影回来了。哟，赤影，你可以啊！你这出去一趟，直接把500年的法界给爆了，这同归于尽的气魄，不很是欣赏。这短短几日，我的修为竟达到如此境界了。赤影啊，自爆金丹把本体都伤了，伤敌1000，自损800，你可真够厉害的呀！我早晚杀了谢雪辰。行了，大话呀就别说了，快去虚空海里泡着吧。我可不喜欢太弱的同伴。我刚从虚空海出来，总觉得很奇怪。今日虚空海内魔气大盛，就像是有什么东西要出世一般。